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嘉林张医师。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癌症化疗可能会出现的几种副作用。所谓的化疗，我们包括了化学药物治疗、标靶药物治疗，还有免疫的治疗方式。所有的化疗，其中当以化学药物治疗所产生的不适应感及副作用是最大的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谈一谈，如果你是一个即将接受化疗的病人，你怎么样用一个健康的心理去接受化疗这个过程。那么我们首先会谈到化疗的副作用有包括哪一些。我们常常见到的化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副作用？因为癌症是一个生长速度很快的过程，所以所有的化疗药物会针对生长速度快速细胞的机转下去设计。因此化疗的药物打到你身上之后，它会快速的抑制细胞的生长，所以同时它也会去影响我们身上生长速度比较快的细胞它的功能。一旦这些细胞的功能受到抑制之后，你就会产生副作用。第一个副作用会产生在头发。所有的癌症药物它会攻击我们的毛囊，让毛囊不再作用，所以我们的头发会在做化疗的2个礼拜到3个礼拜逐渐的掉落，头发也会变得比较脆弱，比较稀薄。因此很多的病人会不适应自己外观的改变，因此我们会建议在事先作为病人的心理做一个沟通与建设，让医师来建议你用什么样的方式，比如说戴个假发，或是用一个帽子戴在头上，让自己的心理能够适应自己容貌突然间的改变。当然掉头发这个副作用它是暂时性的，只要化疗药物停止之后，在1-2个礼拜之内，我们的毛囊就会在迅速的开始生长，头发又会开始长出来，所以这点大家都不用太过于担心。第二个副作用，我们谈到的就是口腔黏膜的破坏，会造成所谓的口腔炎。口腔里面会产生一些溃疡、破皮，甚至于流血。吃东西的时候会感觉到不舒服，会痛，尤其你在吃辛辣的东西，会感觉灼热感，喉咙也会痛。而且因为口腔的破疡，我有了伤口以后也容易产生感染。我们知道我们的口腔里面大概有400种细菌的存活，一旦口腔发生溃疡之后，口腔的细菌会跑到身体，造成我们身体不适，发烧、血压降低。那么我建议，如果有口腔溃疡的病人，他的味觉时常会改变，造成食欲下降，我们可以吃一些以前不常吃的东西，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。第二个，我们希望用一些清洁口腔的方式，让自己口腔的细菌能够随时保持到最低，这样就可以避免许多因为口腔炎造成生活上的不适。第三个副作用会发生在肠胃道，包括恶心、呕吐、便秘、腹泻。这些肠胃道的症状跟我们肠胃的动作改变都有很大的关系。不管你是恶心、呕吐，那种感觉是非常不舒服的，甚至于造成你的胃口降低、食欲减退。加上如果你常常因为化疗而产生腹泻或便秘，因为排便习惯的不顺，也会让你睡眠品质降低。所以这些肠胃道的症状是我们最常见的。如果你有这些症状的话，我们希望用药物或是点滴的方式来补充你的营养。再来一个比较明显的副作用，就是造血系统的受损。我们知道造血系统包括骨髓会制造红血球，会制造白血球，会制造血小板。如果红血球制造受到破坏，那么你就会产生贫血。一般贫血的病人感觉会很虚弱、头晕、没有力量，里面的铁会大量的被溶解掉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发觉外观上被显得很苍白，检查的血色素会降低了很多，或是我们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些铁剂、维他命 B12
叶酸，还有铜离子，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造血机能的恢复。所以适时的补充营养素，比如说牛肉、猪肉，一些比较营养的肉类，或是鱼，或是深绿色的蔬菜，或是营养的谷类以及坚果类。再来就是白血球的受损，骨髓功能的抑制，其实影响白血球的受损非常的明显。白血球可能会由正常的4000到1万降低到3000、2000。一旦造成了白血球低下，病人对于外面的抵抗力就会降低。你的免疫力低下之后，对于细菌、病毒、对于霉菌的攻击，你完全就没有任何的抵抗力。所以这时候你更要注意自己的清洁卫生、口腔卫生、手部的卫生，还有跟你接触的所有人、周围环境，最好自己以及别人在相处的时候都要戴上口罩。这个可以防止我们细菌的传播，互相感染。在你身体这么虚弱、白血球低下的时候，我们都希望你一个人不要去接触太多的访客与病人，能够减少感染的机会。再来就是血小板的低下。我们知道血小板是一个凝血的功能，一旦血小板低下，我们身上就很容易产生出血的情况。你会发觉你常常会流鼻血、牙龈出血，稍微碰撞到或是根本没有碰撞到就开始淤血淤青，这些都是血小板低下的情况。因此这个时候绝对不要去做拔牙，也不要让自己身上有任何的伤口，所以你的走路也要非常的小心，绝对不要去碰撞或是跌倒。一旦碰撞或跌倒造成大量出血，那个是一个非常难收拾的情况。再来一个我们要讲的副作用，就是指甲。接受化疗的病人，他的指甲常常会变脆、变弱、变干，甚至于断裂，指甲生长缓慢。这些大概跟某一些化疗药物有非常大的关系。再来比较常见的还有神经方面的副作用，很多接受化疗的病人，他会神经麻痹，造成他的刺痛，没有办法睡觉跟休息，甚至于在不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都会手脚觉得很刺、很痛、很麻、很酸。当然最后我们也讲到，除了这些副作用之外，其实化疗的药物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，你会觉得在短期之内的记忆突然间就丧失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，你势必得做好自己的生活规划。如果你还在做事的时候，希望有人在旁边随时的帮助你，不要去绕东绕西的忘记所有你该做的事情。当然化疗的副作用还有泌尿道的副作用，造成排尿困难、解尿疼痛、尿液流失，这种情况都会产生的。那么也会造成许许多多像性功能上的问题。今天的医学这么发达，癌症的病人都很担心自己做化疗之后那种不愉快、不舒服甚至痛苦的感觉。所以很多观众你就会问我，除了手术去切除肿瘤，我除了化疗去杀死我的癌细胞，我除了放射治疗，那么我还有什么方式会让我比较舒服的来治疗癌症？跟各位讲，现在的医学这个答案是有的。除了传统的化疗这些治疗之外，还有许多现在科学日新月异所产生的新的医疗技术，这些技术我在下一集跟各位详细的做解剖与分析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，很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各位。希望大家及早认识预防医学，早日做好养生保健。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所有重要的日常健康生活保健常识哦。